此刻的您啊，也许看不见光，但是请给未来的您一个机会，因为只要您熬过了今天，明天的您就一定会伸手拉住那个正在下坠的自己。没有人会把您的银行账上的余额刻在您的墓碑上的。自从我在殡仪馆上班啊，送走了上千个人以后啊，我发现了一件特别扎心的真相，那就是很多人啊，虽然都是80多岁去世了啊，但是他的这个魂儿啊，早就死在了几十年前的那场中年危机里边了。今儿啊，我就想站在别人生命的终点上，好好的跟您聊聊怎么破解这个每个人都逃不掉的局。我们怎么把这场危机啊变成您人生下半场最漂亮的转机呢？Hello， 大家好，你怕什么我就聊什么。我是生活在温哥华的80后殡葬师三木。当人生的旅途走到一半的时候啊，那个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年的这段路啊，就会突然的停下他的脚步，之后啊就会感到一种倍儿深刻的迷失与彷徨，因为这青春的背影啊，似乎已经不是那么清楚了，而这生命的终点啊，嘿，却第一次啊在那远方的地平线上悄悄地露出了他的头。这可不仅仅是对年龄的焦虑啊！当您站在这青春的废墟上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埋葬了前半生的那些所有的幻想与可能之后啊，我们该如何用剩下的时间真真正正的为自己来活一次呢？这期视频啊，我就带着您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啊，和您聊聊这场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这种感觉。当今的社会啊，就叫做中年危机。视频开始前呢，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麻烦您动一动手指，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我们关于人性的探讨了。好了，我们开始言归正传。到底什么是中年危机呀？如果从这个字面意义上分析啊，很多人呢都会认为是不是40、50岁的这批人群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既然不对啊，那正确的解释又应该是什么呢？首先啊，咱得把中年这2个字给您说清楚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定义啊，是45到59岁的这波人群。但在我看来啊，中年从来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年龄段，而是一种责任的阶段。有的人啊，高中刚毕业，像这些19、20岁的就出来打工挣钱了。我在加拿大呀，也见过很多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像一些超市的收银员呀、餐馆的服务员呀，有的是60、70岁的还在那儿工作呢。年轻人啊，说是为了给自己养家糊口；年纪大的呢，说是为了补贴这些退休金呀。也有人说啊，是怕退休了以后啊，失去了之前的那种生活的节奏。您会发现啊，不管年龄多大，只要是一个人还在为责任而奔波、为生活而咬牙的啊，他就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中年。所以中年不是说岁数到了，而是您开始意识到了，就是这个人生不能按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过了。就像我那位75岁还满世界乱跑给人家讲课的老爹一样，也称自己为中年的老人。这话啊听着像玩笑，但其实说的也挺准的。因为啊，他还在承担着，还在选择着，还在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着。咱再来说说危机这个词儿啊，很多人一听到危机，第一反应就是说，哟，出什么大事儿了？其实不然，现实生活当中的危机啊，往往不是问题的本身，而是一种持续的这种心理状态。它通常啊，不是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儿啊，而是您那脑子里边反复的琢磨，却迟迟没有发生的那个万一。有人经常会说啊，哟，这年底要是完不成这业绩该怎么办呀？或者说是，哎呦，哪天这人要生了大病可怎么办呢？就这些事儿啊，此刻都还没发生呢，但他们已经提前的消耗了您大半的精力了，让您每天呀都被笼罩在这紧绷和焦虑里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啊，所谓的危机啊，更像是一种长期的精神透支。您是在为未来可能出现，也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的结果，提前付出情绪的成本。这时间一长啊，人就会觉得倍儿累，却有的时候又说不明白自己到底在累什么。这其实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内耗当中的另外一种表现了啊。不是外界真的把您逼到绝路上了，
而是您自己的心里一直就在跟自己较劲。我们做殡葬这一行的啊，分析问题的角度呢，确实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见着的啊，往往不是某一个人某一次的情绪崩溃，而是他这一整段人生啊，在终点的时候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在我看来啊，中年的这场危机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前半生所有的现实压力。从事业上说啊，做到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谈不上失败，但可能离理想越来越远了。从经济上说啊，房贷、孩子、老人一样都不少，所以啊，也不可能再轻松了。从家庭方面说呢，孩子没活成您想象中的那个样啊，父母也开始需要您的关照了，而您自己的身体啊，也开始时不常的提醒您需要注意休息了，可您却根本就停不下来。这些东西啊，任何我们把它单独拎出来一件，都不至于压垮一个人。但是啊，当他们在中年的这一站同时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突然产生一种感觉，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可为什么这生活还是没有因此而变得轻松呢？在我看来啊，真正让人难受的啊，并不是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而是说发现自己这人生啊，正在被一种并不情愿又逃不开的方式继续强行的给您往前推。所以啊，我更愿意把中年危机呢理解成为一次被迫到来的告别，不是您想放下，而是现实逼着您承认一件事，就是那个硬咬着牙撑着的阶段结束了，那个再忍几年就好了的幻想啊也撑不住了，那种只为了责任为别人活着的方式也开始反噬您了。这一步啊有点疼，但是它必须得存在，因为只有看清了哪些东西已经走到头了，后边的路才不需要再重蹈覆辙。它呀不是终点，而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十字路口。您要是说您慌，那太正常的一件事了，但是咱别忘了啊，咱们慌完了以后，这路怎么走，选择权还是最后得回到您自己的这手上。这感觉啊，就像是您的人生的磁带卡住了，您必须得把这磁带取出来，给它捋顺了，然后放回去，才能继续播放。很多人啊，一提到中年危机，想到的就是说什么呢？这男人的经济压力太大了啊，中年发福了。女人想干嘛？女人想整容，想永葆青春，大家都在想着怎么样去把它压制了，或者说呀，怎么着才能熬过去。但是在我看来啊，这种痛苦其实是您的灵魂在向您发出一个求救的信号。为什么会痛苦啊？因为前半生啊，我们是在一个堆积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堆积学历啊、职位啊、存款呀，堆积别人对我们的期待，我们活成了别人的爸爸和别人的领导。到了中年呢，这个剧本演完了，您突然发现，嘿，这些东西它填不满您了。我在殡仪馆的告别厅里啊，见过两种离世的人。这第一种啊，我可以把它叫做是戴着面具走的。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啊。几年前，我送走了一位大概50多岁的先生，温哥华金融圈里很有分量的这么一个人。追悼会啊来了差不多200多人，这鲜花啊，整个礼堂都没放下，最后全都堆到走廊里边了。整个追悼会的过程当中啊，除了他妻子的5分钟的简短发言以外啊，几乎全都是同事的发言，讲的也全都是他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成就。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幻灯片里边跟他们家人的合影只有1张，其他的都是跟这工作有关的。我当时就在那儿琢磨，我说如果没有工作，那他的人生还剩下什么呢？而这第二种啊，我想把它叫做是活过自己的人。再讲一个故事啊，去年送走了一位女士，跟刚才那位先生年纪差不多啊，也是温哥华本地的某个行业的佼佼者，是在加拿大境外旅游的时候啊意外去世的。追悼会这幻灯片里边啊，有工作的，有生活的，有旅游的，还有和这家人其乐融融在一起的。发言呢，除了同事还有朋友，最主要的啊，还有他那个中文并不是很流利，却坚持脱稿用中文发言的儿子。虽然他人走的突然啊，但起码每个人的表情都是舒展的，因为在他的人生当中啊，他至少有这么一段时间是没有穿过那双不合脚的鞋的。
当代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为了纪念鲁迅先生，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叫《有的人》。开头这两句啊是这么写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我们无所谓，因为您永远不可能活成别人，您永远都是您自己。所以啊，咱根本就不需要害怕中年危机，因为这种空虚感啊，就是在提醒您，您的前半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该轮到您自己上场了。为什么我一直说这中年危机并不是一件坏事呢？因为从我看到的结果来说啊，它更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您现在这条路啊，可能已经不太适合您再继续这么走下去了。很多人啊，把危机理解成，哎呦，扛不住了，扛不下去了。但是在我看来啊，它更像是您内心深处啊，在轻轻地告诉您这么一句话：再这么活下去啊，你会后悔的。前几年啊，我送走过一位大哥，也是50出头，是那种外人眼里啊非常成功的人士，公司的高管，收入又稳定，是典型的啊别人家的丈夫。可就在他48岁那年啊，他突然跟家里人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不干了。这话一说出来啊，嘿，这家里直接就炸了锅了。所有的人啊都觉得他就是一个中年抽风。我后来啊听说这事儿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是啊他也没解释什么，真的就把这职给辞了，在家里边的车库啊置办了一大堆的工具，跟人家搞起木工来了。虽然说啊这收入啊没有以前高了，但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他每天都能准点的回家了。他还时不常的呢给家里做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给孩子做个木马呀，给媳妇儿做把梳子什么之类的。我去过他们家，在他们家的车库里边啊，还摆着一辆全手工制作的木头的小汽车，就差刷漆了。但是就在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晚上啊，他睡着了以后就再也没醒过来。追悼会上面啊，他这儿子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挺清楚的。他说呀，我爸爸以前呀总是皱着眉头，但是自从他做了木工的那几年啊，他每天都在笑，而且是跟我和妈妈一起在那儿笑。在我看来啊，这位大哥经历的啊，并不是所谓的中年危机失控，而是一次自己人生的止损。他呀清楚得很，如果继续留在那个高压的职位上啊，他可能会拥有更多的头衔，但却永远的失去了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他确实是没有预料到这段快乐有这么短啊，但是至少啊，人家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是真正的为自己活过的。所以您看啊，有时候在世俗眼里看似走下坡路的选择啊，反而是在把人生重新拉回到一个更值得走的上坡路。而中年危机啊，往往正是您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个时刻。在这儿啊，我还想补充一点，在我工作的这10几年当中啊，遇到过太多的因为中年危机而选择自我了断的人。每次啊，我在整理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啊，我总是感觉我这个喘气儿都费劲。在这儿啊，我并不是想去评判什么啊，只是想试着走进他们的内心，因为呢，了解了他们的内心啊，或许才能够让我们更懂得如何拉住那些在黑暗当中挣扎的手。很多人啊，一到中年的阶段啊，就开始自己瞎盘点自己的人生，比如说这个事业上啊，卡在一个位置上不去了。经济上面呢，房贷呀、孩子学费、生活费什么之类的。人际关系里边呢，朋友越来越少了，也就意味着孤独啊会越来越深了。甚至有人觉得呀，活着真没用，还给家里人添加负担。朋友们，只要这种想法一旦生根啊，它就会像藤条一样紧紧地缠住您。他们啊可不是想死，而是想停止那种无法再去承受的痛苦了。他们可能觉得啊，我走了，这家里人啊也就算是解脱了。他们看不见其他的选项了，因为黑暗太浓了，光进不来了。如果您此刻正在经历类似的感受啊，或者是您曾几何时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我想在这儿跟您说一句很重要的话。此刻的您啊，也许看不见光，但是请给未来的您一个机会，因为只要您熬过了今天，明天的您就一定会伸手拉住那个正在下坠的自己。我不是什么心理学家，也不擅长讲什么大道理，但是从别人的终点往回看，我非常确定一件事，所谓的危机并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一个已经过度消耗的心灵在提醒您，它需要被看见，
需要被理解，也需要一次真正的重新启动。每一个生命啊，都值得被温柔的接住，尤其是在这个并不是很轻松的时代。说到这儿啊，如果屏幕前的您也正在深陷这种不上不下的痛苦当中啊，该怎么办呢？我不需要您辞职，也不需要您离家出走，我在这儿呢，想给您3个从生命终点倒推回来的建议。这第一个呀，就是说给自己办一个心理上的葬礼，承认那些您可能永远也做不到的事儿，跟他们做一个彻底的告别吧。因为啊，成长的本质就是在不断的给那个幻想当中的自己办葬礼。只有埋葬了那个无所不能的少年，一个知足且有力量的中年才能真正的站起来。这第二个啊，就是说问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走了，我希望这孩子怎么形容我呢？是一个总在加班赚钱的机器呢，还是一个又懂生活又很有趣的老爸呢？因为没有人会把您的银行账上的余额刻在您的墓碑上的。这第三个呀，就是去做任何一件不能变现但却能让您眼睛发光的事儿吧。比如说啊，去钓会儿鱼，去画幅画什么之类的。我在殡仪馆里边啊见过太多带不走的奢侈品了，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随葬品里的一根鱼竿和他生前亲手画过的那一幅画。那些看似无用的瞬间啊，才是您这辈子真正的活头啊！在我看来啊，中年的这场危机特别像您内心世界当中的一个小型的葬礼。您埋葬的呀是那个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干的年轻幻想，埋葬的是一些不切实际的青天白日大美梦，埋葬的是一段只为了活给别人看的人生。葬礼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好好的告别，因为告别之后您才能腾出地方，心里才能装得下新的东西。好好琢磨琢磨我给您的这3个建议啊，开车回家以后啊，在车里边多坐3分钟，听完一首爱听的老歌，然后对自己说一句：前半生你辛苦了啊，接下来的路咱得换个活法了。这个绝对不叫认怂，这个叫看透。希望视频前的你我都会拥有一个热气腾腾的下半场。还是那句话，你怕什么我就聊什么。我是生活在温哥华的80后殡葬师3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